今天我们来聊聊最新闯入太阳系的3I 亚特拉斯彗星。最近有一种大胆的猜想引发热议，这颗看似彗星的对象会不会其实是伪装成彗星的太空船？乍听之下仿佛科幻电影情节，但支持者认为有5大异常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现在就让我们一步步拆解这5大谜团，看看科学家们到底发现了哪些反常之处，以及这些征兆是否真能实锤外星太空船的惊人假说。首先介绍一下背景。3I 亚特拉斯彗星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第3颗星际来客。星际意味着它并非太阳系土生土长，而是来自遥远恒星系统之外。第一颗星际天体是奥陌陌，在2017年被发现。奥陌陌形状怪异，没有明显彗尾，还出现无法用引力完全解释的加速。当时就有人猜测它可能是外星文明的光帆或探测器。第2位登场的是2019年的鲍里索夫彗星，它看起来就正常多了，跟我们熟悉的彗星差不多，有挥发出气体与尘埃形成的彗尾，成分以水为主，因此科学家确信鲍里索夫就是颗天然彗星。现在轮到第3位访客 3I 亚特拉斯彗星，它是在2025年7月初由夏威夷大学的 Atlas 天文巡天计划发现，因而命名为 Atlas 彗星。起初 3I 亚特拉斯彗星也被推测是颗彗星，因为观测到它周围有模糊的彗发，但随着后续观测深入，一连串离奇的特征逐一浮现，甚至比奥陌陌当年的谜团更加勾起人们的想象。3I 亚特拉斯彗星的第一项异常在于它彗发的化学组成极不寻常。一般的彗星主要成分是水冰，当它们接近太阳时，水冰升华成水汽，是彗尾和彗发的主要来源。典型彗星例如鲍里索夫喷出的气体中水占大宗，但3I 亚特拉斯彗星截然不同。科学家利用韦伯太空望远镜和 Spherex 太空天文台对它光谱分析后，震惊地发现它释放出的气体有超过80%是二氧化碳，水的比例呢竟然不到1/10，大约90%是二氧化碳，只有几% 是水。如此极端的二氧化碳水比例是前所未见的巨大二氧化碳云。更离奇的是 3I 亚特拉斯彗星在离太阳非常远时就开始大量喷出气体。一般彗星要进入火星轨道附近，距太阳2-3亿公里内才会因日照剧烈开始水冰升华明显增强，但 3I 亚特拉斯彗星早在离太阳5亿多公里时，约 3.5 天文单位就观测到彗发亮起来，表示它在远日距离就已经喷出挥发物质。这意味着它喷出的主要是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等低温就能升华的气体，而不是水蒸气。如此一来， 3I 亚特拉斯彗星挥发的成分和行为就像一个巨大的冷冻干冰云，反常到仿佛不遵循我们对彗星的常识。为什么二氧化碳比例这么高？有科学家推测，这颗来自星际的彗星可能源自一个非常寒冷的恒星系统边缘，在那里二氧化碳冰比水冰更丰富，因此积累了异于太阳系彗星的成分。也可能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暴露，使水冰挥发殆尽，只剩下难升华的二氧化碳冰。但是要达到90%对1%这种悬殊比例依然令人匪夷所思。如同有天我们打开一瓶可乐，发现里面几乎全是二氧化碳气，没几滴水，任谁都要怀疑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正因如此，部分研究人员戏称 3I 亚特拉斯彗星彗发中弥漫的干冰云几乎像是太空船的废气排放，而非天然彗星该有的水汽。当然，这还只是玩笑般的联想，科学上更可行的假说是，这颗彗星来自一个与太阳系化学组成迥异的环境。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巨大二氧化碳云异常现象本身就给 3I 亚特拉斯彗星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也成为它不太像寻常天然彗星的第一桩证据。3I 亚特拉斯彗星的第2个异常现象堪称违反我们对彗星行为的经典印象，它出现了逆向彗尾。什么是逆向彗尾呢？大家都知道，彗星的尾巴一般永远指向远离太阳的方向，这是因为太阳风和辐射压推着彗星喷出的尘埃和离子往外吹，所以不论彗星是往哪飞，
它的彗尾总是拖在身后，朝向太阳相反的一侧。然而当哈勃太空望远镜在7月下旬拍摄3I 亚特拉斯彗星时，天文学家惊讶地看到这颗星际彗星的彗发光晕在朝向太阳的一侧延伸出了微光。也就是说，3I 亚特拉斯彗星看起来仿佛长出一条朝向太阳方向的尾巴，这完全颠覆了彗尾应该背向太阳的常识。由于这道光延伸恰好与彗星前进的方向一致，因为3I 亚特拉斯彗星此刻正朝太阳飞近，所以太阳方向即前方，所以它又被称作前相尾或者反相尾。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普通彗星在特定视角下也会出现看似朝向太阳的尾巴，被称为反尾或反彗尾，但那通常是视角效果。例如，彗星绕轨道运动时，宽阔的尘埃尾与我们视线形成角度，看起来像伸向前方。然而3I 亚特拉斯彗星这次观测到的逆向彗尾，科学家判定并非单纯的视觉错觉，而是一种实体存在的结构。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阿维洛布和同事专门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解释这怪异现象。他们的分析认为，3I 亚特拉斯彗星表面的日照面升华更剧烈，喷出的气体携带大量冰微粒，直接朝太阳方向吹出。这些冰颗粒主要是水冰，体积较大，升华得慢，于是能够在太阳风压下存活较长时间，形成一条朝向太阳的延伸光带。简单说，就是太阳方向的那一面喷出了较大且寿命较长的冰雪粒，造就了这条逆向延伸的光纱。这种机制等于把传统彗尾的概念倒过来。以往我们认为彗尾总被太阳风吹离太阳，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彗星某方向释放出够大、够持久的颗粒流，太阳方向竟也能出现一条冰粒生存带，形成反方向的尾迹。如此新颖的逆向彗尾在太阳系彗星中从未正式记录过，这让天文学界既兴奋又困惑。一时间有人打趣道，难不成这彗星在朝太阳开倒车，喷出的气体像推进器火焰一样朝前喷？毕竟在人类直观印象里，尾巴应该飘在后头，哪有人尾巴翘在前头的？虽然科学解释并不需要假设什么推进器，但如此奇景无疑又给3I 亚特拉斯彗星添上一笔异乎寻常。要知道，鲍里索夫彗星当年乖乖地长着典型彗尾，而奥陌陌干脆没有彗尾。两相比较，3I 亚特拉斯彗星的表现介于两者之间，却更诡异。它有彗尾，却长错方向，这种现象也被列为判断它可能不是普通彗星的关键线索之一。接下来更引人深思的是3I 亚特拉斯彗星的运动轨道和速度。作为一颗星际来客，它遵循一条典型的双曲线轨道，说明它不受太阳引力束缚，只是路过我们的太阳系。然而它的轨道方向和平面却显得极不寻常。观测数据表明，3I 亚特拉斯彗星几乎是在太阳系的黄道平面上飞行，但运行方向却是逆行77，也就是说，它几乎和地球等行星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绕太阳运动，但方向恰好相反。这种情况好比高速公路上所有车辆都往东开，突然闯进一辆车，不但不飞出平面，反而逆向往西狂飙。在太阳系中，绝大多数天体包括彗星、小行星，要不就是顺着行星的方向转，要不就是各种倾斜角度乱飞，但很少见像3I 亚特拉斯彗星这样几乎贴着行星盘面逆行的。有科学家计算，如果一颗星际物体的来向是随机的，那恰好落在我们黄道盘面正负5度以内的概率只有约2/1000。3I 亚特拉斯彗星却偏偏如此幸运地踩线而来，而且还反方向而行，这未免令人浮想联翩。它难道是被瞄准我们太阳系平面发射过来的吗？想象如果有外星文明想让探测器造访多个行星，那么沿着行星盘飞行是最高效的路径之一。当然，现实中也可能只是巧合，毕竟样本实在太少，我们此前只观测到2个星际来客，无法确定星际来客的轨道分布。但是奥陌陌当年是以大约33度的斜角切入太阳系，鲍里索夫的轨道倾角也不小。相比之下，3I 亚特拉斯彗星这次的贴地飞行式路线显得过于整齐，不禁让人怀疑这是不是自然巧合的离谱碰撞，还是另有用意。除了路线可疑，3I
亚特拉斯彗星还是目前已知速度最快的彗星，它进入太阳系时的速度高达每秒约58公里，约21万公里每时，这在彗星中是前所未有的高速。即使在接近太阳时受引力加速或减速，它仍保持着惊人的潜逃速度。高速本身对星际天体来说并不意外，但如此高的数值还是令天文学家感到震撼。速度越快，意味它受太阳系引力偏转的影响越小，停留时间越短，也更加剧了我们无法长时间仔细检视它的遗憾。想象一下，如果真是某种星际太空船，高速掠过也许正是为了不被轻易捕获，而如果纯属天然，那么它很可能在银河系中已经流浪了几十亿年之久。积累这么高的速度只是漫长旅途的结果，无论如何，逆行且高速贴着行星盘掠过，这第三大异常让3I亚特拉斯彗星带给观测者一种既巧合又怪异的感受，仿佛有意为之，又或者只是宇宙掷出的怪骰子。谈到这里，更劲爆的发现来了。近期科学家利用欧洲南方天文台的超大望远镜 VLT 对3I亚特拉斯彗星的光谱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在其尾部气体中找到了金属镍的踪迹，而且是几乎纯净的镍。这一消息一出，再度引起轩然大波。要知道，在自然界中，镍元素几乎不会单独存在，镍通常和铁相伴相生，因为它们同为超新星爆炸中产生的金属元素，常混合在陨石、行星等天体里。以我们熟知的流星体或彗星尘埃而言，若检出镍，理应同时检出相近比例的铁。然而3I亚特拉斯彗星尾基气体里的镍没有检测到对应的铁杂质，仿佛那镍是被提炼过的一样纯净。纯镍从何而来？有天文化学家提出一种自然解释，或许在彗星核内部存在镍的碳基化合物，这种物质在太阳光照下分解，释放出气态镍和一氧化碳，这样可以产生高镍低铁的光谱讯号。然而，这假说需要非常特殊且苛刻的化学环境，属于极罕见的巧合。相反地，更引人遐想的解读是，纯镍是金属冶炼的产物。在人类工业中，提炼纯镍需要精密的冶金工艺。我们不禁想到，会不会3I亚特拉斯彗星携带着某种人工产物的痕迹，例如太空船残骸中的金属屑，或外星工厂排出的精炼废料。当这种大胆推测一冒头，就再也收不住了。因为相比巧合，大家对人工的联想往往更有戏剧张力，不是吗？需要强调，科学界对此仍相当审慎。许多天文学家倾向于先找自然原因，如特定化合物分解或彗星形成、环境特殊等等。毕竟宣称发现外星文明证据是非常重大的事，不容草率。可是纯镍这件异常本身已在学术讨论中留下问号。一位科学家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哪天我们真在彗星尾巴里闻到炼钢厂的气味，也别太意外。毕竟3I亚特拉斯彗星已经接二连三地展示出反常化学特征，先是二氧化碳远超常理，后是金属镍纯度反常，种种迹象都让人怀疑它的身世背景不简单。最后一项异常其实是多个线索交织而成，牵涉到3I亚特拉斯彗星的大小、亮度和运动细节。当这颗星际来客刚被发现时，只能看到一个微弱的光点。天文学家根据亮度估算，如果那光完全来自反射太阳光的实体，也就是彗核本身，那么彗核直径可能约有20公里之巨。20公里是什么概念？足足是奥陌陌推测尺寸的200倍以上，甚至比许多小型小行星都大。而按照统计，如果银河系中充满各种大小随机的星际天体，我们要先后看见奥陌陌这种几十到上百公尺级的上百万颗，才会碰巧逮到一颗20公里级的庞然大物。换言之，以第3个样本就撞见如此庞大的星际天体，概率几乎趋近于0。哈佛的洛布教授据此断言，不太可能3I亚特拉斯彗星真有这么大。更合理的解释是，我们看到的亮度主要来自彗发，而非实心彗核。也就是说，彗核其实可能很小，例如1公里内，只不过被一团数十公里宽的气体尘埃云包裹，使它看起来亮度相当于一个20公里大小的反光物体。这番推论后来也得到部分印证。
哈勃望远镜观察到3I 亚特拉斯彗星并非一颗清晰的点光源，而是带点模糊扩散，这意味着它确实有会发，而非裸露的光滑小行星。然而，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如果说它是一颗小汇合加大会发的彗星，那按理会发成分丰富，应该在光谱上检测到明显的挥发气体特征，但偏偏在发现初期，几组独立的光谱观测报告都指出，3I 亚特拉斯彗星的光谱中没有明显的气体发射线，只呈现出太阳光被反射后的偏红色光。红色光谱通常意味物体表面覆盖着有机物，例如托林类长链分子，这在外太阳系天体中很常见。然而，如果会发中充满气体和冰尘，为何看不出特征谱线呢？有科学家猜测，可能是距离尚远，气体密度太低，所以检测不到。也有人大胆假设，或许3亚特拉斯彗星压根就没有明显会发，所谓的模糊只是高速移动造成的影像拖影，而它本质其实是一颗巨大的暗红色小行星。这听起来和前面的彗星假设完全冲突，但科学就是这样，不排除各种可能性，去等待更多证据检验。随着时间推进，后来的观测，例如前述 Gemini 南望远镜的照片，证实它确实开始长出尾巴，而韦伯望远镜也检测到二氧化碳和水成分，这倾向于支持彗星说。但在此同时，天文学家们也注意到3I 亚特拉斯彗星的运动轨迹出现些微偏差。通常彗星在远离太阳时，主要受引力控制，轨道可以精确预测。但如果彗星开始强烈喷气，喷射形成的反作用力会让轨道产生非引力偏移。有报告指出，3I 亚特拉斯彗星的速度和轨道可能出现了细微变化，这很可能是因为喷出的气体给它施加了一点推力。对一般彗星而言，这并不奇怪，喷气加速减速是常有的事。然而，相信太空船假说的人则提出另一种解读，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人工驾驶痕迹。换句话说，如果有智能在控制这个物体，它或许会主动调整航向或速度，而我们在望远镜下看到的微小轨迹变动就是它的转向证据。这听起来科幻味十足，但也不是毫无根据。毕竟奥陌陌当年那诡异的加速度就曾引发类似猜测，如今3I 亚特拉斯彗星又有点类似情况，难怪有些天马行空的脑洞会再度被打开。综合以上，我们列出的5大异常分别是怪异的化学组成、巨量二氧化碳云、反常的逆向彗尾、奇特的轨道方向与高速、纯金属镍的检出，以及大小与轨迹的矛盾疑云。每一项拿出来都可以有自然的解释、尝试，但也都充满悬念，而把这些反常放在一起时，就很难怪有科学家会好奇地问，会不会这不是颗普通的彗星？面对种种异常，天文学界目前主流观点仍倾向于3I 亚特拉斯彗星是一颗罕见但天然的彗星。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行星科学部门的小天体首席科学家汤姆斯塔特勒博士就公开表示，目前所有观测迹象虽有有趣的不同之处，但总体符合彗星行为。它的确有些性质跟我们太阳系的彗星不太一样，斯塔特勒说，但基本表现就是彗星，所以压倒性的证据仍指向它是自然天体，一颗彗星。这番话等于给太空船传闻泼了一盆冷水。然而，好奇心旺盛的科学家们并未就此停手。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即便1/1000的可能存在外星文明的踪迹，我们也不应该视而不见。实际上，针对3I 亚特拉斯彗星的非常规假设，已经有科学团队展开严谨的探索。例如，2025年10月上旬，这颗星际访客将飞进火星。美国火星侦察轨道器 MRO 上搭载的高解析度摄影机 HiRISE 计划对它进行近距离成像。一旦成功，我们将首次获得清晰的汇合影像。届时它究竟是尘埃团包着的小冰球，还是说真的是块庞然巨石，亦或存在规则形状，都将一目了然。如果照片显示出不寻常的几何形体，那将是轰动性的发现。反之，若确认只是一颗典型汇合，也能终结不少猜测。同时，有诺贝尔奖得主建议利用全球大型射电望远镜阵列监听来自3I 亚特拉斯彗星的无线电信号，以防其中珍藏有发报器或其他电子设备。
在人类对外星智慧搜寻 SETI 的历史上，我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针对一个可疑天体进行窃听。如果它真的在发出某种讯号，不啻于宇宙在我们门前投下一张拜帖。此外，天文学家也计划持续监测3I 亚特拉斯彗星未来数月的活动，预计10月底，它将通过近日点约 1.4 天文单位掠在地球轨道之外，但那时地球正好在太阳另一侧，我们反而一度看不见它。等到12月初，它再从日光中现身时，将迅速朝着年底与地球进行一次最近距离的擦肩。12月19日，距地球约 0.25 天文单位，约3700万公里，那将是人类唯一近距离研究这个星际访客的机会，错过就再也没有。可以想见，全球各大天文台和望远镜都蓄势待发，要在这段黄金时间里把该收集的数据统统收入囊中，包括更详细的光谱、精确轨道测定、形状大小确认等等。也许再过几个月，5大异常中的某些就能有明确答案，比如汇合实际直径到底多大，逆向彗尾是否依然存在，成分比例如何演变等等。如果一切结果都证明只是自然现象凑巧，那太好了，代表我们又了解了一类全新的彗星样本。可万一有任何一项出现了无法用自然解释的现象，那么外星智慧造物的论调恐怕会更加此起彼伏。3I 亚特拉斯彗星引发的这场讨论，让人不禁联想到经典科幻小说的桥段。英国作家亚瑟·克拉克曾在小说《与拉玛相会》中描绘过这样的情节。22世纪时，一个50公里长的圆柱体外星飞船闯入太阳系，人类起初以为那是一颗小行星，但深入研究才发现是外星文明的造物。那故事中的巨型太空船就被命名为罗摩 Rama。 巧合的是，3I 亚特拉斯彗星某些估测下的尺寸接近20公里级别，虽比罗摩小一半，但已是惊人的庞然巨物，而且它如假包换地来自太阳系外。当科幻的桥段与现实发现隐隐重叠，我们很难不浮现一丝浪漫的期待。会不会我们真的即将上演一场与拉玛相会呢？当然，理性告诉我们，现在就断定3I 亚特拉斯彗星是外星飞船，仍属天方夜谭。最可能的结局或许是，它只是一颗拥有奇特特质的天然彗星，只不过来自另一个恒星系统，因此携带了许多我们前所未见的化学与物理特性。这样的结果其实也很令人兴奋，它拓宽了我们对彗星、对行星系形成的认知边界。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它闯进来，我们怎会知道宇宙某处还有富含干冰的彗星？又怎会发现纯镍存在于星际冰球中？透过研究3I 亚特拉斯彗星，我们或许能窥探遥远星系尘埃云的化学条件，甚至推敲出它来自怎样的母恒星系统。换言之，即便不是太空船，它依然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星际礼物。另一方面，如果哪怕有万一的可能，3I 亚特拉斯彗星真的是某种外星智慧的造物，那将意味着人类文明史将翻开全新的一页。我们可能迎来与外星智慧交汇的契机。不管这访客是敌是友，是探查还是路过，光是证实他的人工身份就足以震撼世界。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他保持高度关注和研究投入便是合理且必要的。正如一些科学家所说，就算99分证据指向自然，只要有1分疑点指向人工，我们也该认真检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探索未知应有的好奇与慎重。无论最终真相如何，3I 亚特拉斯彗星的出现都给了我们一堂深刻的宇宙课。它提醒着我们，星辰大海中还有太多未知等待探索，也提醒着我们，人类并非宇宙的孤儿，我们的太阳系时不时就会被外来访客光顾。在直面这样的神秘来客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是多么渺小，同时又是多么幸运。渺小的是我们对宇宙所知有限，幸运的是我们生逢其时，可以见证并研究这宇宙的奇观。如果有一天证实了外星文明的存在，那将是整个人类共同的荣耀与挑战。如果最终证明不过是一场误会，那我们也不需失落，因为自然本身的奥秘已经足够迷人。想想看，从奥陌陌到3I 亚特拉斯彗星，不过短短几年功夫，
宇宙就接连送来2份解谜大礼。未来10年，随着新的巡天望远镜上线，科学家预期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星际来客，也许每年都能见到几颗。不论那些新的来客平平无奇，还是像3i、亚特拉斯彗星这样处处惊奇，人类都将从中收获知识，甚至可能迎来意想不到的发现。对3i、亚特拉斯彗星的5大异常现象，我们剖析了科学观测所得与可能的解释，有些看似匪夷所思，但暂时仍能用自然假说涵盖，也有些则真的耐人寻味，激发出对太空船的大胆联想。随着更多数据到来，我们终将揭开它的真面目。在此之前，让我们保持好奇与想象，同时也脚踏实地，以科学的方法去追寻答案。或许最终结果不仅会告诉我们3i、亚特拉斯彗星是什么，更会拓展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而无论它是冰冷彗星还是智慧使者，这一次人类凝望星空的过程本身就已令人着迷。我们正站在宇宙谜团的门口，静候答案降临的一刻。相信我，无论门后站着的是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真正的他山之客，我们都将因这段探索旅程而收获良多。敬请期待那揭晓真相的时刻吧。